就算这些人证物证可以证明我孙继周有罪，也无法替你的王妃脱罪。就算他不曾杀人吸血，可他一女二嫁是真，后宫乱朝是真，中山百姓因他身亡是真，南境军心因他动摇是真。殿下，你扪心自问，我孙继周找一个杀手可怕，还是一个迷惑殿下、抛弃国家不顾的白发妖孽可怕？将此人带下去。白发妖孽吸的是殿下的心血，杀的是天下的民望，姻缘不可不平，妖孽不可不杀，妖孽不可不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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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，罪臣孙继周虽一派胡言，但王妃红颜白发，确有诡异。百姓对王妃既已生恐惧，恐怕对殿下也生怀疑。若殿下坚持不处置王妃，恐怕对我朝变法和征讨复仇都有所阻碍呀。是啊，有所阻碍。对呀。既是诛心之论，本王便给你们看看本王的真心便是。如今本王也是白发，你们又该如何处置本王？你们想怎么对他，就得先怎么对我。蜜雪是何物？蜜雪乃一种罕见之毒，极为霸道，不会夺人性命，但却让人尝尽生死，甚至生不如死的痛。服此毒者，血脉倒转逆行，有如万箭穿心，肝肠寸断，可使少年白头，叶发如雪，而后果则是减寿10年。一人同守待发。
红颜如何？白发又如何？百姓信我，所信者非我容貌，唯我心而已。王妃与我同心同行，为变法出谋划策，使百姓安居乐业。她为定人心，不愿贪功，从不告诉你们。这南境天下有她一半的心血。这是先皇的玉玺啊！先皇临终前将玉玺托付于王妃，而王妃曾为了保护玉玺，拼却性命，才使她不至于被奸人掠夺，使我北林正统在此。王妃懂我心意，一直支持我对先皇的孝义，懂我一统天下的壮志。我不愿称帝，将玉玺之事隐瞒，他忍辱负重，从来不谈及自己这惊天大功。从今往后，我与王妃共白发，同进退。此生，她是我唯一的妻子，也是我南境唯一的王妃。王妃娘娘千秋！王妃娘娘千秋！跪下。孙大人，这是何意？王妃，昨夜殿下宠幸雅丽，未能及时禀明，特来请罪。你也知道此事？公主，是可儿告诉我的。请。我还以为王妃再也不愿见我了。我也以为，即使我派人去请，你也会推脱不来见我。王妃有请，雅丽不敢不来。当时你父亲在场，你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现在没有人逼你，你可以跟我说你的真心话吗？从来就没有人逼过我。雅丽，到了如今，你还是不愿意告诉我真相。那就是真相。殿下确实宠幸了我。王妃，你又何必再自欺欺人呢？我对殿下有情，殿下也对我有意。王妃，您为什么就不愿意成全呢？您曾经跟我说过，您视我为好友、知己，希望我能过得幸福。现在我找到了，可是您却不肯退步。雅丽，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人世虽然坎坷，但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。掌握自己的命运，我现在所走的每一步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没有任何人逼迫。可是您如今的态度，却把我逼上了绝路。我是孙氏的女儿，声名对于我们这些世家大族来说，胜于一切。既然你拿孙家和自己的名声做赌注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你和你的父亲，大可等着无忧做决定。这个王府，如若你进得来，我自然会离开。只不过，
你好自为之。你同意了？只要殿下答应，你就不会阻拦我留在殿下的身边。林月，送客。是。孙小姐，请。公主，林月觉得，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话，那个人开心，你自然也会跟着欢喜的。我看，如果离王殿下真心喜欢孙小姐的话，她开心了，你自然也会跟着开心。要不，你试着接受一下孙小姐呢？就让他赌吧。涿州地震抚恤事宜便是如此，诸位可还有异议？臣听说，殿下不久前刚宠幸了青州州牧孙大人之女孙雅离。蔡大人，此乃殿下私事，怎么可以拿到朝堂上议论？也有损小女名声。孙小姐颇具仪德，乃是王妃的不二人选。什么不二人选？王妃的人选只能有一人。其他女人配不上我七哥。殿下，后宫一人独宠，乃国之大忌，且1年之久尚未能孕育子嗣，如此下去，误国误民。民间更是屡有传言，说殿下府上那位其实是北境摄政王之妻，不洁不贞，兴许还是复仇安插在这里的细作。如今后宫干政，扰乱朝纲，野心昭著，岂能相容？简直是一派胡言！无欲。那依蔡大人的意思，本王该如何做？回禀殿下，小女深许殿下，就应该为殿下开枝散叶，延绵子嗣。孙大人不惜用自己女儿的清白在朝堂上威逼于本王，这件事情，孙大人不觉得丢人，可曾想过雅离是否觉得丢人？冷言。殿下，人已带到。雅离，事情究竟如何？尽管直说。雅离，你不要害怕，父亲会为你做主。我替孙小姐说了吧，殿下跟孙小姐根本就清清白白，毫无干系。你这个野丫头，在朝上胡言乱语。雅离，方才可儿所说，可是实话？殿下，您找我，可是为了前夜之事。雅离爱慕殿下，一时被殿下抱住，情不自禁就。雅离不求取代容洛，只希望能常伴殿下。雅离，你确定前夜在这书房中，你我有了肌肤之亲？殿下若是因为容乐之故，不愿承认雅离，那雅离也就认了命，不再惹殿下和容乐不悦，从此抛却这不洁之躯便罢。我念在你我自幼相识的份上，愿意给你机会。但若是你这样执迷不悟，就不要怨我不给你留情面了。来人！殿下，你们这男人的衣服也太难看了。哦，
比劫也好复杂。雅丽姐姐，前夜和我睡得如何？那一夜你悄悄跑出药房，原来是要来这练功啊？你这是何意啊？殿下，罗直将军问前夜与殿下连夜商议的边境军事布防图，殿下可勾勒好了？前夜我傍晚时分已到罗家军中，与他商议要务，有时3刻方回到书房中更衣，而那时你已醒。这府中的侍卫和罗家军中的将领，都亲眼目睹我的来去行踪。可知你与我如何发生肌肤之亲的呢？殿下，不可能的。那夜雅丽虽然睡得沉了些，但明明就是和殿下。你究竟做了什么？为何睡得如此沉？应该比本王清楚。雅丽姐姐在害怕什么？那日姐姐点的迷魂香，我给姐姐也点了一些。不，明明就是殿下，怎么可能会是你呢？众人周知那晚我根本就不在府上。若雅丽坚持那天晚上与人有了肌肤之亲，这府上不缺身强力壮的侍卫，恐怕……殿下，雅丽知错了，求殿下姑息雅丽的清白，否则雅丽就真的无颜再活在这个世上了。姐姐，若你不想让人家知道那夜的事儿，你就把这个给人家看啊。大家看，手工杀人在，孙小姐分明就还是处子之身嘛。请各位大人明鉴，雅丽与殿下之间并无苟且，清清白白。你这个当爹的怎么这样啊？连我都知道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却要污蔑女儿的清白。这个丫头在朝堂上胡言乱语，羞辱我们妇女。殿下，难道就这般坐视不理吗？你们先下去吧。孙大人，我还以为这些伎俩只有在后宫妃子争宠时才会用得到，没想到你堂堂的朝廷大员，竟然用这种手段，逼我七哥娶你女儿啊！是啊，想必是孙小姐在北境时，与那摄政王的关系不清不楚，所以孙大人急着要将女儿嫁个好人家。既然做出这等事儿，臣不知殿下用何方法威逼小女。殿下不愿那小女为妃，但殿下枕边的白发妖孽，理应为横死的军民偿命。孙大人，你这是结亲不成，恼羞成怒，想要逼迫殿下。殿下，臣等之前上书的奏章，您可是疏漏了。臣等以为白发妖孽一事不可轻忽，除了别山居茶楼一案，臣听闻罗家军军营中也有妖孽杀人一事，死的还是罗直将军的族弟罗乔。这怎么可能？罗家军驻扎城外，一切如常，并且明日他们即将启程回边境。要是罗乔死了，以罗直将军的脾气，那还能忍得住啊？就是啊，是啊。殿下，百姓都说此案元凶就是在王府之中那位白发。蔡大人，王妃就在王府之中，如何害人？你空口无凭，却妄自推断，你可知你抹黑的是整个离王府，是整个南境？真真假假并无干系，百姓要的只是结果。结果就是如此。王妃没有害人。
爱信不信。殿下，臣受百姓所托，众臣所托，恳请殿下将妖孽正法。我真的很想问清楚，百姓如何请命，众臣如何嘱托？殿下，将妖孽正法以告亡灵，以安民心，此乃百姓所托；另取王妃以续正统，以正朝纲，此乃众臣所托。够了！满妖是我妻子，我不会允许她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殿下，孙大人，今天这出戏已演到此处，伤人的白发妖孽从何而起？杀人死罪何人所犯？本王心中十分清楚，而我相信，孙大人比本王更清楚。殿下，殿下，不好了！派去涿州赈灾的北营士兵，半个时辰前突然返回，如今在城外与罗家军对峙。你说什么？昨夜，北营军中突然横死了13名士兵，又不知是何人将罗家军中的白发妖孽杀人的传言传到了北营，于是北营暴乱，都说王妃是凶手，说殿下若是不交出王妃，要攻进青州，攻进王府。殿下，如今民心涣散，军心动摇，江山社稷当前，还请殿下早做决断。江山社稷当前，不能为了王妃一人，还望殿下三思而行。还望殿下早做决断。若本王只是为了保全性命，不管真相，枉杀好人，才是无法向天下人交代。白发妖孽一案，你们所要的证据，本王自会拿出来。北林将士们所要的公道，本王自会给他们一个交代。还我兄弟性命，救出白发妖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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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玉。诸位北营的兄弟们，昨夜不幸故去的13位烈士，若是知道你们在这儿听信谣言，污蔑好人，让真正的杀人凶手逍遥法外，怕是死不瞑目，阴魂难安吧？我族弟罗桥将军亦死于阴谋之手。诸位了解我，若是此案与王妃有关，我罗直亦不能忍，请将军还兄弟们一个公道！还我们公道！还我们公道！还我们公道！诸位稍安勿躁，今日之内，殿下必会找出证据，将凶手绳之以法。吾一尊摄政王命行事，请王上顾我孙氏全族性命。南境也有信传来，一切皆以安太后的吩咐进行，没有留下任何破绽。白发妖孽一计，已让宗正无忧尽失军心民心，我朝不日便可大举南征。那个孙大人，倒是一直很会办事，只是私心太重的人，难免胆小怕事。太后英明，
这让孙继周杀一个罗桥就如此慌张来谈条件。幸而我们还安插了其他棋子，暗杀了那13个南境兵，每多杀一人，就给他宗正无忧多一重麻烦。还有一件事，属下不知道是否禀明太后，王上一直称病不出，但属下打探到，他似乎不在寝宫里。参见父后。娘娘，王上染病，正在休养。退下。参见太后娘娘。皇上呢？回禀娘娘，王上。说。王上，他到南境去了。他去南境做什么？属下不知。王上此行轻装简从，不需属下跟随，只是让属下待在这寝宫之中，能瞒一时，便多瞒一时。他这么苦心安排，还能是为了什么？他现在羽翼渐丰，竟然敢瞒着我。长统领，你护卫不力，知情不报，按宫中刑法，自去领40杖刑。这怎么？王上不在，你们就如此的轻视哀家？若是王上回来，知道你们如此的不把哀家放在眼中，将如何惩罚你们？我可不敢作保。太后息怒，属下不敢。多谢太后教诲，属下甘愿领罚。王上不在宫中，可王法仍在。自今日起，宫中朝上内外诸事，须尽数禀报至森严宫中，由哀家决断。若要是让哀家知道，再有人知情不报，以死罪论处。谨遵娘娘懿旨。王叔，这边群臣进谏，那边兵变相逼，难道真的把蛮腰交出去烧死吗？你也知道，七哥那么爱蛮腰，他是不可能牺牲蛮腰去平民院的。自古以来，一旦后宫影响了百姓，帝王必然难以抉择。这北营的命案，无忧若是因为王妃而忽略了民怨，失去了军心和民心，实在是后患无穷啊！你看那些支持无忧变法的老臣，都建议殿下要惩治王妃。现在这潮水之势，我恐怕无忧也难以挽回啊。这个孙大人，他设这个局简直不惜余力啊，一环扣着一环的。他算准了七哥，就算知道他做的，也抓不到任何把柄。毕竟这人心是最难测的，3人成虎，众口铄金啊。现在设局之人终于站了出来，我只是不知道无忧会有何对策。现在北营的将士群情激愤，我担心无忧此行可能会陡生变数啊。我也不知道七哥到底有什么对策，只知道他让我们留在王府里稳住局面，瞒着蛮腰，他自己却带着孙继周、蔡延和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去了北营。
公主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可儿，你都知道是不是？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逆血。罗将军，说好殿下今天会来见我们。殿下现在人呢？你有高官厚禄，不愿为自己的兄弟伸冤。我们不过是一介白臣，只为了保全一条贱命而已。如果殿下不交出白发妖孽，那我们就要解甲归田了。交出白发妖孽！交出白发妖孽！为兄弟伸冤！离王殿下驾到！王殿下，殿下来。离王殿下在此，谁敢造次？殿下，北营所亡13人与罗乔将军一样，皆为割脉放血，血库而亡。伤口虽有类似牙印痕迹，但实为掩盖薄刃所伤，吸血之论，荒谬至极。这是冷大人给我的匕首，我已经检查过了，这便是杀人凶器。带上来。刚才那柄凶器，便是我从此人身上搜到的。对，难道这就是白发妖孽？这就是白发妖孽，就是这个人，害死我乔弟的！你给我起来！不是白发，怎么不是他？是啊，年轻人，对啊。孙大人，本在。请上台仔细辨认，看看你是否认识此人。老臣不认识。带小二。孙大人，你为何害我性命？此人是谁？孙大人贵人多忘事，自然是不记得区区一个别山居的小二。可是这个人他却认得你，因为你差点被要了他的命。1个月前，孙大人特地派人找我，还给了我一大笔银子，让我监视店里的女客，特别是有白头发的，让我在有白头发的女客面前故意摔倒，让她把白头发露出来。但是我越想越不对劲儿，我们的王妃娘娘不也是白发吗？胡说八道！过了许久，我都不敢做这件事，就托老板把钱还给了孙大人，就偷偷辞工回家了。于是孙大人便用死士顶替了你，当了别山居的小二。只是因为那说书人意外被抓，他怕暴露了什么秘密，便要将所有的知情人杀人灭口。他的确神通广大，买通狱卒，杀死了狱中的说书人。你却因回老家而躲过一劫，又幸而我追查到时，不仅救了你的性命，还捉到了那个白发杀手。一派胡言！你下去吧。是。拿上来。
这个箱子你总不会不认的吧，孙大人？孙府重地，若本王不是邀你在此，恐怕也很难掘地3尺寻此宝物。那说书人散播种种离奇传言，操控民心向背的别山居，实则便是孙氏的产业。这地契之上有孙氏的印鉴为证。难道这白发妖孽之事都是孙大人编造出来的？还有，多谢孙卿为傅某辛酉年变乱筹谋，此5000两白银可充为叛军军费，余者可为孙氏加资。辛酉年变乱，难道6年前流民变乱与孙氏有关？是啊，流民变乱，不会吧？正事既亡，孙卿不必忧虑。傅某已在朝中打点清楚，务将所有罪名归咎于正事，卿自可高枕无忧，安享青州东郊，良田100亩。住口！孙大人，正是与叛军勾结，趁战乱私吞我们的土地，这难道也与孙氏有关吗？南境变法若成，则恐兵强民富，寒门做大，士卒势威。孙卿欲嫁女与宗正无忧，保孙氏荣华。傅某以为，唯有以名望破之，散播白发妖孽之言。想必诸位也看得很清楚，这些信件上都有北晋复仇的私印。白发妖孽的谣言从何而起？相信诸位相当明白了。还有孙氏多年借战乱吞并的田宅账簿，以及利用职务之便压下的臣民状纸，也尽在此处。这么多罪状！孙大人，如今人证物证皆在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你策划白发流言，污蔑我晋王妃，此罪一；你指使杀手暗害罗桥将军和北营13条人命，此罪2；你多年制造叛乱，为助复仇养寇自重，将多少百姓变成流民，如今更是为了一己私利，乱我军心，私通敌寇，此罪3。仅此3罪，理应罚没祖产，削革官爵，收监待斩。带走。殿下，下去。艾丽，殿下说了如何处置你吗？他什么也没说，什么也没做。正如我所料，他还念及旧情，不会对你怎么样。什么旧情？我跟殿下从来都没有什么旧情，只有心恨而已。我倒是希望他能对我怎样，也好过现在他这样无视我，就好像从来都没有我这个人存在过一样。雅丽，你在府中候着，哪怕没有东山再起之日，我也会想别的办法，让你离开这里，过得好一些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还是不肯罢手吗？还是你要逃？雅丽，我一直教导你，你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
抓住了就绝不罢手，哪怕短暂的失去自由，但只要一日不死，就有机会把它夺回来。不要再强迫我接受你那些歪理了。我一向都是听您的，可是我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我想要的爱情，被人拿来利用，最后弃如敝屣。我想要的地位，如今一落千丈，被人踩在脚底下。我还有什么样的机会？而你又有什么机会呢？雅离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我不信！直到我听到那些指指点点，我才知道，我崇敬敬仰的父亲，竟然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叛臣贼子。我为何还要再听你的话？雅离，别人不信我，你也不信我吗？是，我是为了私心，编造了白发妖孽那些谎言，杀了几个碍事儿的。但说到我是叛臣贼子，我绝不承认。我要判，我为什么想办法让你嫁给殿下？北营13条人命哗变之乱，皆与我无关。父亲，我从来都不知道你说的那些是真话还是假话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你口中的仁义道德、父慈女孝的谎言，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你内心的丑陋罢了。雅离，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因为您从来都没有理解过我，当然不知道我究竟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一向是做您的孝顺女儿，做咱们孙家的名门闺秀。我喜欢什么样的人，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因为我不敢想，我不敢做，我好不容易迈出了一步，却如今也只能落到这样一个悲剧的结尾。别说是您了，就连我自己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雅离，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该逼你那么紧。可你现在，你真的要相信我的话，听我的话，否则，我们孙家真的要葬送于此了。父亲，你知道吗？每当你又露出这副慈爱的面孔，就意味着你又要利用我了。我倒宁可是我们刚来青州的时候，你冷冷冰冰的样子，至少我那个时候知道，你嫌弃我是真的，也不用我再去猜你那虚伪的面孔下，现在又在想着什么阴谋诡计。这一次，我们父女缘分已尽，你要逃还是要怎样？从此都与我无关，与我无关。雅离，雅离，你怎么就不明白？你是我女儿，我不会伤害你。我也不会扔下你不管。你们不能这样！哎，你们不能搬走啊！哎，走开！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去见过大人了，他怎么样了？你不要再提了！你是怕我这个罪臣之女的名声还不够响吗？奴婢没有这个意思。小姐，
如今府里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咱们府里的财产，包括我们这些做奴婢的，按理来说都是要充公的。现在殿下开恩放过了我们，那我们这个月的工钱……对，我们的工钱，你们怎么能这样？忘恩负义！平时小姐待你们多好，现在满园都搬空了，哪来的钱给你们？那我们的工钱怎么办呢？就少说两句啊，小姐，我们也知道树倒猢狲散，这院子可能就剩个空壳了。但是总归还是有几件值钱的东西，不是？与其您便宜了那些抄家的，您不如赏我们一点呢。就是啊，我们多好。滚！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我告诉你们，这府里的东西我宁可都砸了，也绝对不会便宜了你们！你有病吧你？就是啊，你疯了吧？出去！你们都给我出去！都给我出去！不是的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小姐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小姐，小姐，你醒醒！无忧，我听可儿跟我说，服用逆血之时会让人痛苦不堪，生不如死，折寿10年，你怎么承受得住？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们现在不都好好的吗？我当初在华灯夜上对你许的那个执手白发的诺言，也算是提前实现了吧。这短短的1天，你让我感受到了最深的痛苦，但同时让我体会到了最大的幸福。没有，从今以后，只有幸福，没有痛苦。嫁给我吧。此夜此时，相爱相知，我不想再等，你也不必再等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云月为证，天地为媒。我宗正无忧，和曼瑶结为夫妻，生死相随，永不分离。
饮下这盏茶，便作合卺酒。梅雅，待我们洗雪前耻，一同北临之后，我会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。这样已经很好了。情之所至，日月未见，我很欢喜，也没有遗憾。礼仪虽重，但都比不得这天地长久。我只求明月悬空一日，便能与你相守一世。能与你结为夫妻，是我在梦中时常所见。如今竟实现了，我竟有些不敢相信，仿佛还在梦中。这样，你还觉得是在做梦吗？有女漫腰，雍和翠唇，端庄淑瑞，敦睦佳人，知书识礼。以范阳王奉主婚之礼，陈王为正婚之宾，特此封漫腰为离王正妃。因变法献策，辅政有功，从此与离王同上朝堂，共治天下。李成，参见离王，参见王妃。父皇，无妃，儿臣有事要禀奏。我与曼妖心心相印，从今往后，她是我的亲人，是我们的家人。相信你们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，请你们好好的保护她，守护我们，让我们平安顺遂，相守终生。
你这一趟随罗志将军回边境戍守，我就不送你了。你在罗家军中历练已久，相信对边境状况比我还要了解。一旦北境有任何异动，务必要快马加鞭告知于我。七哥，你也觉得北境近期会有动静是不是？孙继周一案，说明复仇仍未死心。他搞出白发妖孽的事情，无非就是想利用蛮妖来对付你，以至于影响整个南境。当初我们刚到青州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过，你和复仇之间，日后定会有一场大战。九弟，当初你七哥已经说过，中山惊变，复仇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不顾百姓的性命。你七哥不会像复仇那样做。我们在此地行变法之策，就是为了调养生息，待民强国富，待我们休养生息，准备充足之时，再以最小的代价一统天下。我们可以等，但是复仇他不会等啊。七哥、七嫂，他已经开始行动了。与其让他抢占先机，不如我们先发制人啊。我已令冷言不可打草惊蛇，将那个别山居一切恢复正常。我们既已查出，此处是孙继周种种暗中勾结之所，或许我们可以捕获一些自动送上门的猎物。一旦复仇有任何行动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七哥，每当我们这样遥祭父母，我就特别自责。我在想，当初我要是懂事一点，我要是再有能力一点，父皇他也不至于这样，以至于现在，我们连给父皇和云贵妃娘娘立个衣冠虚冢都没有办法，只能在这水边摇旗哀思。我每次想到这些，我都恨不得立刻与复仇这个弑君弑父的小人决一死战。七哥明白，我又何尝不自责，何尝不懂？父皇、母妃，我不知有没有资格这样叫你们。对不起，当初若不是因为我又不会退出中山，也不会将云娘娘孤身留在寺院林中。她心中一直怪罪自己，只是不愿令我内疚，才始终不愿提及。这不孝不义的罪过，我愿意独自承受。请你们千万不要怪罪无忧。来，你这次生了这场大病，就当是过了一次鬼门关，命中就当是渡劫了。雅离，你以后可一定要好好的活着，知道吗？来，春妮。这要不是春妮跟我说了，大夫及时赶到，你真的就危险了。如今，人人都对我，唯恐避之不及。我又不想麻烦别人，只是我没想到你竟然还肯来看我。你这些情谊，我会记得的。只是如今，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。雅离，你就不用跟我说这些了，只要你能好好的活着，比什么都行。再说了，你要是不好好活着的话，怎么有机会报答我呀？要是等哪一天，我说孙雅离，我求你的报答，到时候你可不能吝啬啊！你放心吧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以后要是我有的，我都给你。
我要离开一趟中山，做一件早就应该做的事情。皇上怎能亲身涉险离开中山呢？安排一个替身，在我的寝宫里。属下遵旨。